2012年，陈凯歌另辟蹊径，找来高圆圆和姚晨两大顶流，拍了部现实题材电影，却依旧被群嘲烂片。没想到10年过去了，却被奉为对当今社会的神预言。巴士上，一位庙里女郎正被全车人围攻，原因竟然是她没有及时给老人让座。你让不让？你信不信我让司机停车把你轰下去？你这种人就不该来坐公交车。怎么了？哪样的？女人依旧不为所动，等对方说完，才轻飘飘地吐出一句话：要就坐这儿。全车人瞬间炸开了锅，一旁的大姐更是破口大骂：怎么说话呢你？他都能当你爷爷了，你跟你爷爷这么说话吗？你不让座就不让座，你犯得上调戏这老爷子吗？全车人集体把叶兰秋轰下了车，但叶兰秋却毫不在意，甩着大步直径离开。当天晚上，他就上了电视新闻，女子拒不让座，调戏老人几个大字赫然显示在标题上。画面中，叶兰秋一脸尖酸刻薄地坐在窗边，老人却在一旁泪眼婆娑地站着。新闻一出，无数谩骂接踵而来，骂他道德沦丧，骂他恬不知耻，而后又一窝蜂地扒出了他所有信息，曝光了他的姓名住址，让他每天都不得安宁。一时间，叶兰秋成了众矢之的，从都市精英变成了一只过街老鼠。他看着肮脏污秽的言论，一字一句就像刀子一样剜他的心。他有苦难言，人人都见他拒不让座，可没人知道他其实是个绝症患者。事发那天，他突然查出自己淋巴癌晚期，医生委婉地告诉他，所剩的10日已经不多。他听后瞬间愣住了，因为他从没想过得绝症这种事儿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而突如其来的让座事件更是让他彻底从沉默中爆发，而他也没想到生平的第一次叛逆就成了压死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如今墨镜姐的舆论持续发酵，而无良媒体更是闻风而动，毫无节制地从墨镜姐身上挖料，甚至找到了她的初中班主任，逼她说出叶兰秋的负面评价。那我听您这意思吧，也就是说咱们学校一直是以这个叶兰秋为骄傲的，对吧？以前是这样，从今天往后不会是这样的。我们感到耻辱，还亲自请专家来现场批判叶兰秋，引导舆论来谴责他。观点不同，咱们可以针锋相对的讲出来，不要怕矛盾和分歧，一定不要一团和气，好吗？一个漂亮的姑娘遇上那么一事儿，结果她的名字、她的手机号、她的身高体重、她的工作单位，甚至是她初恋男友的名字，这一切通通都被晒到了网上。我说，看老师啊，这个丑恶的事情能够引起公愤，这可是我们民族最优秀品质之一呀，这跟隐私权没有关系啊。果然，节目一经播出，瞬间引起广泛关注，谴责叶兰秋的声音越来越多，甚至有人主动爆料。那个不让座的女的就是一个小三，专门破坏别人的家庭。她的爱好呢，就是调戏男人，连她的老板都调戏。这样的人，你说能让座吗？消息一出，舆论瞬间再次升级，各大媒体又使出浑身解数去扒叶兰秋的公司。就在这时，一位记者抢占了先机，他第一时间扒出了叶兰秋的身份，是个不折不扣的白富美，目前在一家上市公司做董秘。而据推测可知，这位神秘的爆料人就是那位董事长的太太。陈若曦立马起笔写了篇文章，言辞犀利，观点毒辣，把叶兰秋和他的公司一顿痛批。文章发布后，短短几分钟就有近1000万的转发，一堆网民也在下方跟着附和，不知廉耻。而叶兰秋所任职的公司市值也瞬间下跌了几个点，一时间，陈若曦成了业内的红人，所有新闻都争相让她报道。而他也正是这次叶兰秋事件的幕后操盘手，是他第一个报道叶兰秋不让座，也是他故意找来叶兰秋的老师和业内专家进行负面点评，为的就是刺激民众强烈谴责叶兰秋，以此来让新闻持续发酵，夺得热点。这次的报道让陈若曦的事业节节开花，她离梦想又近了一步，因为她有个深爱的男朋友，而她唯一的心愿就是能够买房和男友好好生活。可她万万没想到，自己正在为买房奋斗努力时，她深爱的男友却和自己笔下那个道德败坏的女人叶兰秋搅在了一起。原来陈若曦报道的那条让座新闻是男友的妹妹佳琪拍到的，而佳琪同时正在陈若曦手底下实习。当时佳琪跟随杨守成一起摄影，搭乘公交车时碰巧围观了叶兰秋的让座事件，而妹妹出于做记者的职业习惯，便顺手录下了这有争议的一幕。事后叶兰秋意识到了严重性，就第一时间找到佳琪，想录一条道歉视频为自己澄清。而在这期间，杨守成也跟在旁边，得知杨守成是摄影师，他便雇了杨守成7天给自己跟拍。我只需要你1个星期，我可以出5万块钱雇你，条件只有一个，我的事情对谁也不能说。杨守成应下这门差事，他们一起去高空蹦极，去山间自驾，他们尝试了很多不同的体验。叶兰秋原本还在庆幸自己在生命尽头竟然遇到了一份别样的情谊，可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彻底击碎了他所有幻想。
他和杨守成一起来到家政公司找保姆，想着自己临终时能有人照顾。但家政公司需要雇主登记信息，等叶兰秋拿出身份证后，老板直接认出了她就是莫静姐，态度也瞬间从笑脸相迎变成扯着嗓子讥讽。你要真是叶兰秋，我们还真伺候不了你。门口惹来一堆人围观，而这时本应保护他的杨守成却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反而离叶兰秋800丈远，生怕惹祸上身。叶兰秋看着他后退的身影，瞬间心凉了。原来他曾以为的那些美好瞬间，一直都是自己在自作多情。他把这几天的工钱甩给杨守成，告诉他被解雇了。杨守成拿着这沓钱火冒三丈，因为他知道这根本就是一场误会。杨守成没和任何人说自己正在为叶兰秋打工，可倘若自己一旦被拍到和他同框，不但女友那边不好交差，到时舆论再次发酵，叶兰秋也会因此陷入险境。可他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第二天，他和叶兰秋的照片满天飞，所有人都认为他是叶兰秋的男朋友。陈若曦看到这些照片，直接血冲颅顶，她拿起手机就给男友打电话，可那头却迟迟没人接听，因为男友这时正在和叶兰秋一起看日出，这是他和叶兰秋的最后一个景点。拍完这里，他们的雇佣关系就到此为止了。可很快，杨守成就发现了自己和叶兰秋的绯闻，他压着怒火和叶兰秋说自己要回去跟女友解释，可叶兰秋却不放他走。杨守成终于忍不住彻底爆发了：你知道我跳到黄河里，你信不信吗？你要不信的时候把我接上锁，谁能帮咱们？叶兰秋看着咆哮的杨守成，满脸愧疚地向他道歉。他诚恳地说可以一起和他去跟女友解释，但杨守成却丝毫不领情。你跟我去解释，那不麻烦更大了。我怎么了？我是进去强盗杀人犯吗？我怎么就不能去了？我跟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我跟你就是雇佣关系。他气愤地蹲下翻包，拿出自己的病历甩到杨守成身上。我才不会跟你去呢！拿出这跟女朋友解释清楚了。杨守成这时才知道他得了绝症，而他们相伴的这7天，随时都可能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看着走掉的叶兰秋，瞬间由愤怒化为愧疚。叶兰秋告诉他，自己的父亲去世了，母亲也早早改嫁，她没有男友，没有朋友，所以得了绝症，都不知该找谁哭一场。那天老板只是关心他一句，他直接绷不住情绪，靠着老板哭了起来。可不巧被董事长夫人撞见，便被误会成了第三者。如今他工作丢了，房子没了，生活彻底无依无靠，唯一的心愿就是在生前留下几张漂亮的照片。杨守成默默听完他的故事，不再急着去见女友，而是决定留下来陪叶兰秋看完最后一场日出。他努力给叶兰秋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在杨守成的镜头里，叶兰秋永远是那么鲜活。最后一天悄然来临，叶兰秋拿出尾款给杨守成，他让杨守成先走。我不想让任何人再看到你跟我在一起。但这次杨守成却没有逃避，而是坚定地对叶兰秋说：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我每天都陪着你治疗。他一把叶兰秋揽入怀中，这一刻他们终于表明了心意。来到医院后，杨守成送叶兰秋进了诊室，但许久都未见他出来。杨守成意识到不妙，冲进诊室才发现叶兰秋从后门逃走，在无人知晓的地方自杀了。他终究没抵过流言蜚语，主动了结了生命。叶兰秋在遗书中说，与其在恐惧中等待死亡，不如直接面对，就像他拒绝让座的时候那么果断和决绝。媒体在他死后放出了生前录制的道歉视频。昨天在公共汽车上，我很失态，我应该给那位老人家让座，我太放纵自己了。我愿意通过这个机会向那位老人家道歉，也请大家原谅。如此舆论又是走高一波。当初解雇他的董事长也特地在他死后当着媒体的面流了几滴鳄鱼的眼泪。发布后，公司市值瞬间飙升。叶兰秋生前和死后都带给他们无尽的价值，如今在审视他的死，怎么看都是那么的讽刺。